孔宣道友，请来。李长寿对着身侧的孔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又对着10多名妇人言道：这位是凤凰一族神鸟仙人，稍后会带你们离开此地，护你们兴国100年，尔等须以兴国图腾感其恩德。那年轻妇人低头道：是。孔宣露出淡淡的笑意，目中满是安然，轻叹道：不曾想竟能这么快啊，后面就辛苦道友了。我凤族欠道友莫大的人情。正此时，赵公明从空中落下，笑骂一声：怎么突然这般正经了起来啊？让咱好不适应啊！哎呀，今天当真痛快啊！若是处理完了正事儿，就近找个地方痛饮几杯。李长寿与孔宣尽皆称善。孔宣用5色神光将红林国这10多名妇人护住，让他们在此地稍作整顿，稍后自会赶来会合，就与李长寿、赵公明一同驾云离开。角落中，李长寿和有秦玄雅对视一眼，后者的表情略微有些奇怪。师兄，有秦玄雅纳闷道：我本领低微，去天庭能做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天庭水神的心思我可猜不透。难得看燃灯吃亏啊，为何老哥我道心如此舒畅啊？哎呀，这燃灯并无厉害神通，但那盏灯确实不凡呐。东胜神州一家防震的酒楼中，赵公明正抚须大笑，身上的铠甲不断的颤动。3个人坐在这宽敞套间居中的圆桌旁，却是3种截然不同的画风。孔宣的不染尘埃，傲绝尘世，仿若混沌未开，鸿蒙未定时，于混沌海中走出的生灵，自身总有一种圣洁淡漠之感。赵大爷自还是那般英武气概，此刻因心情舒畅，嘴边笑容不停，给人一种莫名的喜感。李长寿的指道人坐在一旁，白袍白发，散发着淡淡白光，若有人一眼看去，似乎就能了解这天庭普通全神的全部，但是回过神来，却又觉得这是一片汪洋，深不可测。3个人在此地喝酒聊天，自是用大神通遮掩了天机，免得闲谈话语被人听去。孔宣问道：这燃灯莫非在道门中很不受待见？差不多。本来啊，我们截教跟阐教因为师尊与二师伯对收徒的理念不同，且早先几位大弟子积累了些恩怨，经常会有摩擦。每次只要一点小事，哎呦，这燃灯就会在后面煽风点火，夸大其词，让我们截教吃了不少暗亏。燃灯这些举动，表面来看是为了打压截教，实则却是加深了阐截之教的矛盾，以至于3教有人站出来，以防止中神州仙宗倾轧为由，开了一次3教源流大会，借此修复阐截之间的裂痕。但是可惜，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呐，归根结底，始终是理念有所冲突。很早有人断言这阐截之间必有一场大战，却又不知如何才能弥补。不是有水神吗？孔宣下巴对着李长寿抬了抬，赵公明哑然失笑。李长寿正色道：我也只能尽力而为，且人教本就奉行清净无为，不得多沾因果。如今教训了一次燃灯，这阐教之内定有师兄师弟对此有些微词，就怕他们觉得这是人杰联手，有意排解阐教老弟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其实不会太严重。我本身就带了诸多截教立场，这是阐教上下都知的。稍后我去请玄都师兄出山，去玉虚宫中拜访广成子师兄，此事自可化解。他何时去？这要看玄都师兄自行安排。不是，我只是随口一问。孔宣淡定地回了一句，
而后拿起此前看都不看一眼的鲜酿，轻轻抿了一口。李长寿见状，淡定地扯开了话题，问赵公明：哎，老哥不是陪人外出走动吗？怎得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闻此言，赵公明的面色顿时有些暗淡，咧着嘴想笑，但笑到一半便化作了长长的叹息。哎呀，这男女之事啊，果真比修行麻烦千百倍。哎，孔宣不由来了兴致，在旁边仔细听着，纯粹的好奇啊。李长寿暗道一句，就知道会如此，表面做出凝思状，温声道：老哥这是怎么了？若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妨讲出来。赵公明摇摇头，抬头饮了一口李长寿拿出来的鲜酿，静静无言。长寿小课堂，遇到朋友在这种情形下露出这种伤感表情，且主动先说了一句总结的话语，其实并非是对方不想言说此事，而是开口的情绪还没有到位。要在讲述之前得到更多的关注，故作的沉默一下，隐藏着如同海啸一般的倾诉欲。李长寿关切地问：老哥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莫非是与金光圣母起了争执？赵公明苦笑了一声，看着面前的酒杯，言道：老哥，我现在啊，也不知该如何对旁人言说，但我与金光师妹，确实不适合做道侣啊。这事传出去，难免会影响金光师妹的清誉。何必在意旁人言说？我辈生灵修行参悟大道就是了。道有所言有些偏颇，谁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在意旁人的非议。假若有人传出玄都师兄与某位仙子结成道侣的假消息，我看谁敢在背后造谣生事，定要让他生死不能。看，就是这般。老哥在意的是截教上下同门会如何看待此事，与道友关心玄都师兄同理。不过是不同人不同事，各自关注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。孔宣若有所思，很快就了然地点点头，笑道：确实是我见识浅薄了。赵公明得意道：若说为人处世之道，道门弟子无出我老弟之右者。孔宣对此也是深以为然，与赵公明举杯同饮。李长寿满头的黑线，这是好话吧？行吧，起码比鲸鱼世故老奸巨猾要好听得多。一杯酒水下肚，赵公明打开了话匣子，将他与金光圣母外出游历这些年发生的事详细说来。按赵公明的原话来说，就是与金光师妹相处起来，这个气氛总是怪怪的，两个人找不到合适的话题，总是依靠着金光圣母对赵公明的热情与主动，才能维持表面亲密的状态。赵公明也尝试过找一些趣事聊天，但是没说几句就陷入了停顿。他们去了几个大千世界游山玩水，若是遇到风景绮丽之地，就小住些时日，如此走走停停，最后的结果却是心境莫名有些疲乏。赵公明抚须摇头：我与金光师妹啊，尝试过分离数月，看彼此是否有话想要倾诉，但再见面谈话时还是不免有几分尴尬。赵公明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总觉得跟金光师妹相处，还不如跟老弟你相处轻松愉悦呢。李长寿默默地端起凳子，朝着侧旁挪了挪，淡然道：老哥请自重。我就是打个比方。赵公明笑骂几声，侧旁的孔宣歪了一下头，纳闷道：这是何意？又为何要自重？赵公明被逗的是抚须大笑，简单解释了几句洪荒流传的纯阳道人与重阳道人传说。孔宣表示眼界大开，且不知如何评说。李长寿笑道：老哥你此时可知
自己喜欢哪般女子了？知道了。我本身是无需道侣的，如今这道间被扰动，已是注定要度一次情劫。若是非要有个道侣，我希望她能有二妹的温柔，没有二妹的威严，能有三妹的聪慧，但不要三妹的恶趣她不必为我舍取什么，我也不必为她改了心性，相谈不必刻意而为，相顾一笑，哎呦，便有心神清臭。最好修为道境与我相近如此也能互相理解，没话聊了，还可说说大道。李长寿拿着玉筷，夹了2根青菜，放在赵公明面前的盘子中，叮嘱道：“哎，别光喝酒吃点菜，吃点菜怎么醉成这样了呢？”罢了罢了。这般女子也确实太难找了。李长寿的嘴角一撇，这般女子，结教不是有几位吗？孔宣忍不住感慨，划分阴阳之后，当真太麻烦了一些。但也因这般修道寻真之路，也变得色彩斑斓，更有趣了些。男女谈情，与道合意。情之一字，应入性中，可借此稳固本我，抵挡道对心的磨灭。本我不斩，恐难真正成道。若成道，便是放弃本心本性，又何必超脱？李长寿也像是打开了话匣，围绕此事侃侃而谈。性情若失，言行举止皆近于道，那不过是沦为道之傀儡，何以称之为成道呢？若有生灵问我为何事而寻真成道，咱总不能回答是为成道而去成道吧？成道是为无拘无束，是为无物可伤。若心无私欲，何必求此？故成道绝非为背道同化，非融于道之间，再不应为道所困。道门典籍有言，3师为善恶本我，可本我师非展出来的，而是如衣物一般脱出来的。脱掉的是虚与伪，留存的是本与真。此方为斩3师超脱。话归此事，若心底留存一份情念，一份挂念，或许在自己即将迷失于大道之间时，能得一份回归本性的指引。这终归是好事，也绝非与修道相左。容我细细品味一番。孔宣缓缓点头，坐在那儿仔细思索。赵公明在旁沉吟几声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典籍上看来的？怎的老哥我没看过呀？还有，老弟你突然这般正经起说这些，这老哥确实有些不习惯。”李长寿满头的黑线，你非要拆台是不是？这不过是为了提醒孔宣，男女之事并非毫无必要。且先天混沌体修行到最后，很容易成为大道之使，丧失本我。但若是心底有了道之外的牵挂，就能够更好地抵御大道对自身的侵袭，简直为兜率宫后院的某师兄操碎了心呐！李长寿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满脸严肃：“哎，老哥，你跟金光圣母进行到哪一步了？”“什么步？升文经？”赵公明有些不明所以。牵手、相拥、碰唇、洞房，哪一步？赵公明老脸一红，嘀咕道：“第1步吧，偶尔。”“那倒不会有事。若你4步都走完了，又说彼此性格不合，那我当真是要去碧游宫告你一状了。”“我可有那般不堪呐！对了，你与我家二妹又走到哪一步了？”“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理。每次见面都是聊聊天，散散步，应当说刚走了半步吧。”李长寿淡定地解释着，把心底浮现出的凉亭画面擦掉。这种私密的事儿自是不好对外言说，打听打听别人家的事儿就够了呗。赵公明又想了想，问道：“
那我二妹与你相处时可会尴尬呀？李长寿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几次相处的情形，含笑摇头。我们便是不说话几个日夜，彼此也觉得颇为融洽。孔宣此时已经是回过神来。若是这般，贫道有个不情之请。此前已经是自称我了，此时竟然改口贫道，这个不情之请……道友请讲。下次你与云霄道友相会，可否让我在暗中观摩？孔宣也知这要求有些过分，解释道：这些事我也想多了解一些。母亲将凤族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我身，如今我境界已是陷入困境，先天混沌宝体早已没了助力，也该确定阴阳归属了。李长寿一本正经的忽悠：道友可知，在种族繁衍这种事情上，我们人族应该可算是洪荒的行家，尤其是经圣母娘娘亲手捏出来的第一批人族，那绝对是保存了人族快速繁衍的真意。人族更是天地间的主角，凤族若是能够与人族结好，气运自会被影响。那第一批人族又能去哪里找呢？这不是巧了？赵公明在旁边一拍桌子：我们截教就有两位。哎，老弟，你这眼神为何如此吓人呢？可是老哥说错什么了？李长寿淡然道：还是谈谈该如何帮老哥你处置后续之事吧。赵公明眨了一下眼，不明所以。孔宣却眯眼一笑，道一句：若是能再见一次玄都道友就好了。赵公明恍然大悟，不由得尴尬挠头。李长寿也是挑了挑眉，心底有了谱。今日点到为止，不再多提此事。